说土耳其这边不还没有完全解决呢吗？对不对？谁出手了呢？委内瑞拉。前两天你们记不记得委内瑞拉老大哥的飞机让美国给扣了？你说这事儿做的多不给人脸面呢？你再怎么着，你不能扣老大哥的飞机吧？对吧？专机啊，还是专机让美国给扣了，说什么呢？突破美国的制裁了。美国在情况之下，委内瑞拉就是那个不能有这个飞机，然后给拉到美国国内去了，把人家飞机拉到美国国内去了。你这不是欺负人吗？对吧？所以说今天啊，委内瑞拉直接出手，什么时候？昨天下午的时候，有一个美国海军，他没报备，也没请假，啊，就这么突然直接杀到委内瑞拉境内了。按理来说，他偷渡到委内瑞拉境内就算了，这算偷渡。关键是这个美国海军呢，还带武器了，而且带着武器就算了，还跑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办公室附近转悠去了。哎，就这么一转悠，朋友们，你放平常就算了。刚才我说了，前2天美国出手把人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专机给扣了。这事儿发生之后，马杜罗已经收到信号了，知道吧？当时气不行了，说美国肯定要对他采取强制手段。有人原来我跟你说啊，有可能说马杜罗不当回事儿，但是这个节骨眼，朋友们，那全世界的大哥都死多少个了？什么莱西呀，什么各种人，小萨勒曼被刺啊，小萨勒曼他爹被下毒啊，岸田文雄啊，对吧？说这个特朗普前2天又差点让人给干了，拿刀啊上去的，给他吓完了都。这是我们跟你们讲，又被人给干了。你说世界都乱成什么样了？包括塞尔维亚的那个武契奇，前2天不也出事吗？差点，对吧？苏丹的、埃及的都有事吗？对吧？所以说老铁们，这个马杜罗就收到信号，他害怕，知道吧？就觉得说美国要对他采取强制手段。所以说这几天呢，委内瑞拉这边的防卫水平啊，老铁们那是相当高。结果这个时候呢，这个美国的海军士兵就这么离谱，跑到马杜罗的办公室附近转悠去了。这么一转悠，兄弟们，就是大半天。你说这不是自己送人头吗？所以说在发现这货的行踪诡异之后，你知道吧？马杜罗一声令下，就管他是不是美国人呢，去边打去吧，他就是外星人也得抓起来审一下，对吧？说完之后，这好家伙了，除了委内瑞拉军方的人出动了，这次抓捕行动啊，逮捕行动居然还有几名谁呢？瓦格纳的人，他们擅长这事儿啊，瓦格纳士兵协助。而这个美国海军呢，就一个人，面对的是几十号人的围堵啊，他跑个屁了，他跑不了了，连枪都没掏出来呢，2棍子叮当4、5、6被人给干晕了。哎，随后被直接送到哪儿了呢？送到委内瑞拉这个审问中心了啊。目前呢，委内瑞拉这边呢没有透露任何关于这个美军的现役的海军士兵的这个消息，没有透露啊，什么目的也不知道。但是大家可以大胆猜一猜，家人们啊，我们猜一猜，这个美军士兵大概率他不是一个人，对不对？有可能是一批部队同时行动，而他只是什么呢？太二愣的了啊，直接呢暴露了，被抓了。至于他们这帮美国海军士兵到委内瑞拉干啥去了，我就这么说，兄弟们啊，美国人到委内瑞拉就2件事儿。第一件事是搞破坏，第2件事你猜是干啥去了？送毒品，知道不？运送毒品。而这次发现的美国海军很明显不是运毒的，那么就只剩一个可能，就是要在委内瑞拉搞破坏。那么再结合这个货在马杜罗这个办公室附近晃悠，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美军是发现来软的不行了，打算直接上硬菜了，把人马杜罗给做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肯定不能排除，对不对？那么视角再回到美国这边，说出来你们估计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儿曝光之后啊，家人们，美国外交部第一时间找着马杜罗了，说老马你不能这么干啊，你当这个总统这事儿我承认了，哎，我承认这次大选合法了，你这么的，你赶紧把我家那个现役的美国海军士兵你给我送回来。你们没听错，这次美国人没和以前一样直接发什么外交照会啊，直接什么强制要人的，不是，而是直接什么呢？低3下4的就求着说马杜罗我承认你，你赶紧把人从委内瑞拉给我送回来。所以怎么说，兄弟们啊，结合这次美国人这个反常的这个态度，这次这个事儿啊，恐怕就没有这么容易解决了
知道吧？不会这么容易解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2017年的时候，就有9个美国人到委内瑞拉去搞事儿。委内瑞拉这个地方跟巴西呀、都是一样，非常非常乱，天天被美国搅和的。我跟你说，那乱就乌泱泱的，乌烟瘴气的，一直不想让这个地方好。为什么？委内瑞拉是石油产量、石油储备国，是石油储备最大的国家，包括它还有稀土，知道吧？所以这个地方美国一直逮着呢。就想选一个跟美国好的总统，结果马杜罗好死不死又当上了，现在呢，这个人到了就是2017年的时候，那9个人到委内瑞拉呢，被委内瑞拉也给逮了，硬薅的扣了5年。到2022年的时候，老登亲自出马，那花了老鼻子劲儿了，把这9个美国人给救出来了。虽然说这次就1个人啊，但是身份毕竟是美国现役的海军士兵，所以我估计这个美国政府想要人，那可得出一次大血了。然后说完这个，今天还有一个事儿，朋友们啊，也是让我觉得有点意外的。什么事儿呢？昨天呢，美国这边昨天几号？9月4号嘛，都是开学季嘛。美国这边的高中也开学了，校长呢就寻思说整一个什么开学典礼。结果兄弟们，你猜咋的了？就开学典礼上啊，一大早上人都没到齐呢，突然之间有一个14岁的孩子呀，从书包里面叭掏出来个突击步枪。从包里面掏出个突击步枪，朋友们，对着学校里面的人叮当4、5、6一顿突突。14岁的小孩啊，一顿突突。但是啊，咱刚才不说了，这美国人应对枪击案这太有经验了。就这么突发的情况之下，当场只有5个人死了，另外30多个人闪转腾挪，左盘旋右舞蹈，就受了一点伤啊。就等到这个14岁的这个枪手被制服。怎么说呢？要说美国一年枪击案得几万起，光是被直接射杀的开枪打死的人就1万多人。但是这次的事儿还是太炸裂了，不但是校园发生枪击案，而且凶手居然只是一个14岁的孩子。你说这事儿整的，那美国可是发达国家，朋友们，那是天天喊着快乐教育的国家，怎么能培养出这么样的孩子呢？怎么能这么离谱呢？对不对？而且不仅枪击案呢，他们有40多个性别，70多个性别呀。你今天可以是男，明天可以是女，后天可以是不男不女，你再后一天你可以是个海边的漂流瓶，你的性别是个漂流瓶，你一睁眼睛一闭眼睛起来，你一闭眼睛一睁眼睛，你姑娘变成漂流瓶了，你敢信不？这就是美国的快乐教育。而且兄弟们，美国学校里面现在一大部分的学校就是隔3差5就给学生发那个性别调查表，这个性别调查表还不允许给孩子的父母看。为什么马斯克现在不跟老登好了？就因为这事儿太烦人了，他一个儿子直接变成姑娘了，一转眼变成姑娘，说不定明天嘛变成个漂流瓶。真的，家人们，我说实话，那有人说了，这怎么解决呀？对吧？我就这么说，家人们啊，虽然现在还没出结果，但是大概率流程就是这样的：拜登震惊，哈哈姐愤怒，社会谴责，逮捕小孩，最后啥事没有。哎，你问我什么？怎么不说枪支泛滥的事儿？这怎么说？谁敢说？现在正是大选的时候，谁敢提这事儿啊？老登要敢借助这个事儿出来，你要说提禁枪，你信不信？早上说完，下午老登头盖骨扒住你干飞了。而且动手的人还不一定是民间的激进分子，信不信老铁们？为啥？因为在美国，老铁们，毒品包括军火商的利益啊，那背后最大的支持者就是美国政府。你要是禁枪的话，朋友们，就等于直接触碰了美国政府高层的利益，谁推谁死，懂吗？所以说怎么说，家人们啊，这就是美国，只要美国不爆炸，枪击案可不可能在美国给停止了啊，不可能。现在是14岁小孩拿着枪到高中大开杀戒呀，你等以后整不好更离谱的事就发生了，你不信咱就等着看。这事儿说完这个咱再接着说啊。昨天凌晨的时候，美国这边出了个大事儿，美国国会众议院直接对国务卿布林肯发了一个传唤，你们没听错，而且这次传唤呢还是一点不留情的那种。共和党这帮人猜着布林肯可能会不去，所以说专门强调了说，布林肯如果你不来的话，那就把你这个事儿算上什么呢？算作是刑事案件，让你直接身败名裂。我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好奇了？是美国国会为啥传唤布林肯呢？干啥呀？这是很简单啊，就是川普和他共和党要发起反击了。
知道不？大家都知道啊，在美军从阿富汗撤军这件事上，老登是丢人丢到他姥姥家了。当时准备的时候，老登那叫一个狂啊，说没事儿，阿富汗的政府军那个可是什么呀？可是叫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啊，然后总兵力是30万，塔利班啥玩意儿啊？才只有7万呢，是吧？30万打7万，优势在我不在他呀。所以说，我们美军不需要在那待着了，于是直接开始安排美军直接撤出阿富汗，对不对？结果兄弟们，你们也知道，美军这边的这个撤军行动刚开始啊，阿富汗政府军直接被干烂乎了，30多万人呢，居然只撑了1个月，就战败的这个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呢？美军的撤退计划还没有完成呢，阿富汗政府军掌握的首都直接被干了。那接下来的事就不用说了，肯定是来一波大清算呢。所以像之前为美国办事的什么皇协军的什么鬼子翻译官呢，七七八八的，你纷纷都想跑啊，但是机场飞机压根就不够啊，好多人就硬薅的趴那个飞机翅膀子上，到半空当中实在趴不住掉下来的，还有人躲那个飞机起落架上了，飞机起飞之后就是那个起落架不是收回到舱内吗？那人挤的，哎呦我的妈，血肉模糊，挤成好几块，真事儿。老登就问记者，那个被记者问的，我跟你说脸都抬不起来，老害臊了，老丢人了。所以为啥共和党掌控的那个众议院要传唤布林肯？家人们知道不？说白了就是替川普跟哈哈姐在9月10号举办的那个电视那个辩论会上拉一点素材。我告诉你家人们啊，9月10号这个辩论会的老精彩了，你就看吧啊，你就看枪击事件，枪这个事一定得被提，俄乌的事一定被提，巴以的事一定被提。现在在佛罗里达州，家人们，他俩的支持率，他俩就布林肯跟哈哈姐，不是布林肯，那个川普的支持率跟哈哈姐支持率现在是持平的，都是47%啊。但是老铁们，就这个事儿啊，本来是要攻击老登的，就是这个阿富汗撤军这个事儿嘛。但是呢，老登实在太拉了。直接退选了嘛，而想要给民主党候选人哈哈姐上点难度，最好的办法是不是就直接让同为民主党的布林肯出来挨打，对吧？而且这个美国众议院已经说了，因为布林肯是阿富汗撤军的最终决策者，你知道吧？他才知道这个撤军的整个过程，所以必须来找他来问。他要是不来，家人们就把他抓到监狱里，这是原话。那说到这儿，兄弟们，老铁们就问了啊，说共和党出手这么狠吗？都打算直接把布林肯给抓起来了？那布林肯的打算怎么应对呢？那说实话，我一开始我以为什么呢？这布林肯为了这个避免节外生枝啊，我估计就是过去糊弄一下。毕竟之前呢，他已经为这个事儿呢到国会去汇报了14次了。那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布林肯已经轻车熟路了，知道吧？结果呢，我是万万没想到，家人们，这次布林肯直接来劲儿了。直接来劲儿，说去你的共和党吧！我告诉你啊，就算将来要坐牢，老子也不去。他给的理由非常简单，说自己为这事儿在国会山报道了将近得有2万页的资料，该提供的老子都提供了，该说老子都说了。如果共和党人你哪还不懂，你自己查查去吧。2万多页报道呢啊，啥你都能查得着。这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啊，就是打算为了哈哈姐在9月10号跟川普的这个辩论里面不留把柄。所以说直接选择硬刚，哪怕是坐牢，人说了也要硬刚。说实话，你要问我说是不是布林肯自己的意思啊，我只能说啥呢？肯定不是。因为对于布林肯来说，任期马上要结束了，他的晋升空间也基本上就没有了。等今年大选一结束，这哥们儿马上回家养老了，潇洒了，知道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从布林肯自己的利益出发，那去就去了，对吧？反正都去了14次了，也不差这1次2次了，去了也掉不了一块肉，对吧？但是他个人的想法没有啥用。民主党太清楚，布林肯一旦去了，那么接下来哈哈姐跟川普的电视辩论，哈哈姐绝对得被攻击。而哈哈姐，你让他临场发挥反击这个事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哪怕布林肯他想把这个事儿往小里来做，但是民主党不同意，就是逼着布林肯来硬的。你们可能就会问啊，不就是一次问话吗？民主党犯得着来这么强硬的吗？哎，你还真别说啊，这事儿太犯得着了，兄弟们。国务卿这个职位可不是一般的部长，真的，在行政系统，他的地位仅次于正副总统，
懂吗？是第3号人物，同时呢，他还是总统的第4顺位继承人，就排在副总统、众议院和参议院临时议长之后。对国务卿发出传票，是对整个行政系统，也就是美国政府赤裸裸的侮辱，就说明你这届政府废了。布林肯去了之后，他自己没事儿，但是对民主党，对于老登政府来说晴天霹雳，所以这个绝对是不能去的啊。其实咱说句实话啊，这次川普和共和党出招，开始搞这个老登政府和布林肯，你要说全是为了接下来这个电视辩论吧，也不是。这次兄弟们之所以民主党和共和党玩的这么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特朗普收到消息了，说老登政府也就是民主党这帮人已经决定让美军在中东下场了。你乍一看，朋友们啊，老登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好像是跟特朗普的观点没啥区别，但是出兵帮以色列吗？啊，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呢？特朗普收到的情报是什么？老登政府在让美军下场之前，要把内塔尼亚胡给弄死，懂吧？然后换上一个民主党安排的傀儡，然后在简单反击之后，直接维持巴以战争开打之前的状态。你说这事整的川普他能同意吗？肯定不能同意，对不对？且不说老特跟内塔尼亚胡是哥们儿，咱就说一旦要是老登政府真要是这么整成功了，最近就在这么干，他们就想把内塔尼亚胡给干下去，那等于什么呢？哈哈姐带着所有的民主党大功一件了，那到那个时候川普还选个毛线了，没得选了。所以说这次啊，对于这次美国打算在中东下场这个事儿，老特无论如何都得反对，而且要坚决反对。然后至于内塔尼亚胡，那肯定要保护好了。只不过现在啊，川普在野，包括什么那个参议院在民主党手里面，能出手的只有是众议院了。因为这个事儿太急了，家人们，这个事儿发生的太离谱了，太着急了。这帮人连给国务卿传那个传票，威胁他要送他坐牢这个事儿都敢说出来。这证明什么？一场大决斗马上就要来。然后看到这儿，朋友们，我们就得说一下共和党这边了。为啥急成这样啊？连最基本的政坛的规则你都不管不顾了，对不对？竟然直接对着美国的第5号人物啊，很关键了，公开搞威胁呀！因为这2天兄弟们出现什么事儿了呢？内塔尼亚胡那边确实非常紧张，扛不住了，要人没人，要枪没枪，要刀没刀，要炮没炮。有人说，叔叔这怎么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得从3天之前，也就是9月1号。以色列大规模抗议活动那天开始说起。9月1号刚开始停火，以色列70万的市民到整个大街上，整个特拉维夫兄弟们大概是有40-50万的人在抗议。抗议不是说你不打仗了，而是说我们不想受到侵略了啊，不是不想说，就不想受到破坏，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说形势非常紧张。那到底怎么回事儿？家人们啊，9月1号啊，这几天抗议活动没有消减，越来越热。到今天我开播之前的最新数据，家人们，开播之前最新数据，现在已经有110万人上街抗议去了。那你们以为这是最狠的吗？朋友们，不是，这不是最狠的，家人们啊。以色列抗议活动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看起来是以色列反战，实际上都是老登政府整的颜色革命那一套，对吧？准备把内塔尼亚胡给搞下台，这2天不开始了吗？而内塔尼亚胡呢，他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面对老登政府搞这个颜色革命，他也是直接反击。这几天又是改变说辞，说发现人质死了都好几天了，又是炸死了美国车队啊，甚至老铁们还把这个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度假的儿子给抓了呢。这小胡子都没认怂啊，没从那个费城走廊撤呀，反正就是继续跟着美国硬刚死磕。这几天兄弟们，加沙少炸了一点，但是以军转头对哪儿炸了？刚才我不说了吗？约旦和西岸，约旦和西岸这2天比加沙都惨，哭一顿干。咱心说这个法塔赫包括哈马斯，就算再不和，那也都是巴勒斯坦人呐，对吧？你这么炸完还抢地盘，你说美国人怎么在一边撮合呀？根本搞不成。其实做到这儿，老铁们，内塔尼亚胡已经觉得自己赢了，你知道不？结果就在小胡子高兴，觉得自己把民主党给折磨的欲仙欲死的时候，老登出了什么招呢？朋友们，他不提这6个人是怎么死的，反过来主打另外一件事儿。
老登的新闻秘书宣布了，说这6个人的好几个就是停火协议达成之后在第一阶段要放出来的人。停火协议本来早就该达成了，他们本来早就该放出来了，就因为你内塔你不同意，你推三阻四没达成，所以你害死了他们，是内塔尼亚胡害死了这6个人，你要对这个事儿负责，你要对哈马斯在去年的10月7号阿克萨洪水负责。就这么一下，兄弟们，内塔尼亚胡直接蒙圈了，知道吧？他也是真没想到还有这种骚操作。在阴损狡诈坏这一条道路上，我跟你说，谁都不服，真的，美国谁也不服，就服强。怎么说呢？你跟老登比，阴损狡诈坏谁都嫩，真的。而老登搞这一套骚操作之后，我的个乖乖呀！这一瞬间直接把抗议人群这个怒火给点燃了，一群人在美国 NGO 组织的带领之下，拿着燃烧瓶，拿着大镐把，拿着棒球棍，直接杀到内塔尼亚胡私人别墅去了。今天啊，干到别墅里去了。到了之后，抓起保安那个就门口的保安，哭一顿大铁锤、大铁炮的。后边虽然以色列警察这个赶到了，维持秩序了，但是他内塔尼亚胡这个胆儿再肥，你让他杀几个美国人可以，你让他杀以色列平民，他是真不敢。所以说，即便警察来了，也还是没拦住抗议的人群。就这么的，家人们，甚至有一些警察都加入了。蹭逗了，内塔尼亚胡私人别墅今天朋友们被300来个人给砸的跟大菜市场似的。有人就会问了，房子砸了，内塔尼亚胡人呢？简单呢，内塔尼亚胡第一时间躲地堡里去了。50厘米的大厚大铁门呢，根本闯不进去啊！要闯下去，今天都给他撕成肉泥，你信不？一人一口唾沫星子都淹死他了。而这件事朋友们说明什么呢？不跟你们开玩笑，这就是拜登政府对内塔尼亚胡的警告。就告诉你，小胡子，你现在给我老实点，你别给我五玄的啊！现在不只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在你附近瞄着你呢，我们美国政府也随时随地准备对你的人身安全产生威胁。所以说你要不听话，你自己想想自己的后果，知道吧？那说到这，老铁就问了啊，面对这样的威胁，内塔尼亚胡他会不会跟民主党认怂，直接彻底停火，或者主动宣布辞职？我说实话啊，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家人们，你们觉得有的我扣分有，觉得没有我扣分没有。你说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有啊，也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啊，真不大。最大的可能是内塔尼亚胡还会选择硬刚，原因也很简单，老登政府想动他，但是美国政府里也有小胡子的眼线，弄不过他还躲不起吗？对吧？实在不行，在地堡里钻一段时间呗，苟活下去就是胜利嘛，对不对？苟下去最后缩圈了，你就胜了嘛。而且咱就是说啊，现在你们以为就只有老登政府在逼着内塔尼亚胡吗？家人们，你们可错了。其实啊，特朗普也在逼着内塔尼亚胡来波大的。原因很简单，你们就想啊，特朗普现在能不能胜选，是不是就看以色列在中东这边怎么搞？一旦内塔尼亚胡跟川普联手行动起来了，行动成功了，那特朗普当选那就是稳稳的嘎嘎一嘎似的。不过如果要是内塔尼亚胡先嘎了或者认怂了，那川普照样完蛋。败选之后他一堆官司，牢底坐穿，得坐到他死，钱的啥的什么的都不说了啊，牢底得坐穿了。前段时间他都有小弟出来喊了啊，说这次选举如果输了，我们就搞内战。你能想象不？老登虽然退选，但是哈哈姐如果输了会怎么样？也一样，他儿子亨特，弟弟詹姆斯，一大堆屁事儿，到时候火肯定烧到他屁股上。真的，这就不是普通的大选，是生死之搏。这俩哥们儿，我跟你说，我成危险了。背后的厉害，内塔尼亚胡不知道吗？他肯定知道，但是他也没办法。加沙之战没打的时候，他一大堆烂官司啊，又是贪污，又是腐败，又是想什么改革，什么集中权力，是不是啊？等加沙战之后，事儿就更大了。加沙可是血流成河呀，死伤已经超过了10万人了。如果被认真追究的话，战争罪他是逃不掉的。是种族灭绝的罪他能逃掉吗？也逃不掉。反人类罪他能逃掉吗？也逃不掉。还有朋友们啊，加沙那10万多的死伤的那个家属，经历痛彻心扉的生死离别之后，哪个不对他恨之入骨啊？想找他报仇的人，家人们都能绕地球赤道一圈。你信不信？他唯一的生机就是特朗普能赢，要不然我跟你说，他上天入地都难逃死一劫了。到这儿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了吧？老登、特朗普
内塔仨人其实没一个人能输得起。对现在这个局面，朋友们啊，我跟你说，谁看得最清楚，你知道不？谁看得最清？英国人看得最清楚，非常清楚。他们就说了，美以之间的矛盾体现出美国作为以色列的关键盟友已经开始失去耐心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两家翻脸在即啊，是不是？说到这我们就明白了，为啥在此时此刻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突然站出来对布林肯这个美国第5号人物发起威胁呢？要送他坐牢呢？为啥布林肯坚决不勒呢？这是老登和内塔尼亚胡在叙事啊，要进行生死搏斗了，老铁们，这是一个点，不是一个面，也是老登跟川普在蓄力，要进行生死搏斗了。同时啊，还是共和民主两党要进行生死搏斗了，朋友们。如果说之前大家多多少少还有点假惺惺，还有点伪装，现在全撕了个屁的了，大家通通都不装了。未来一段时间在这一块啊，一定非常有看头。还是那句话，我们安坐吃瓜，笑看帝国日落。老铁们，给不给力？同意我观点给我扣波同意，好不好？那